一道厉喝声自李龙的嘴中发出，瞬间整个擂台都是在他现在所释放的气息下变得剧烈的颤抖起来。紧接着，李龙的眼神一寒，璀璨猩红色的光芒猛然爆发而出，旋即其身形犹如鬼魅般，眨眼间便是出现在了萧炎面前。嗜血之力萦绕的拳头带起嗤嗤的风雷之声，对着后者脑袋狠狠地轰了过去。迎面而来的狂暴之力，萧炎的眼皮一抬，脚步左移一步，那被嗜血之力萦绕的拳头便是擦着耳朵斜飞了出去，被萧炎避过攻击。红李龙一声冷笑，拳头陡然摊开，五指取成诡异的爪形，旋即狠狠对着下方萧炎肩膀撕裂而去。手爪刚刚挥下，便是突然凝固下来，只见的萧炎便是将圣火横骨尺挡在自身前，将对方的攻势尽数抵御而下。不过有序神力修为的差距，萧炎的身体依旧被打得倒飞了出去，在空中连翻几个跟头才稳住身影落地，同时体内的神力竟然出现了紊乱的迹象。对方的这全力出手果然不凡，将萧炎击飞之后，李龙眼中也是浮现一抹讶异之色，陡然一声冷喝道：接我这一招狂血尸爪！喝声一落，李龙手爪之上的嗜血之光顿时暴涌而起，几道嗜血之力诡异的弯曲，最后居然是在其指尖处凝聚成一对极为锋利的猩红色巨爪。巨爪成型，李龙一声怒喝，巨爪之上的力量暴涨，带着一股极为凌厉的嗜血之力怒劈而下。这一劈，连空气都是被生生撕裂而开。巨爪所过处，一道模糊的猩红色手爪残影在半空中浮现而出。感受着对方攻势强大，萧炎心中也是略感惊讶，不过很快便是再度施展自己的这一道神技，只不过与之前微微不一样，因为接下来萧炎要施展的神技是要将数百道持影归一，将神技的力量提高更强。第三序列神力催动到极致，不断的灌入圣火横骨尺当中，绚丽火焰也是疯狂的涌动而起。萧炎双眼微闭，感受着四周的气流变化，也将这道神技释放到自己的极限，不知道这一次能够施展出多少道持影。旋即萧炎心念一动，便是出现了近300道的持影，这些持影之上散发出炙热的火焰波动，如果一触碰就会被这股炙热的能量焚烧殆尽。而后这300道持影火光一闪，竟是全部融合在了一起，原本就非常强大的炙热气息，此刻随着300道持影的融合后，更是达到了一个全新的临界点。空间发出嗤嗤的声音，整个擂台上的温度急速升高，不少参赛者也感受到了萧炎这次蓄力出来的恐怖招式。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持法神技？不少人的面色也都是微微一惊，其目光也被萧炎所施展出来的强大神技给吸引了过去。天地颤抖，李龙双眼微眯，神色则是非常的平静。管你施展什么神技，在我第一序列神巅峰的眼里就是蝼蚁，我倒想看看你如何破我的狂血尸爪。虚空上的巨爪洞穿虚空，直逼萧炎而来，而萧炎也是在这一刻将自己的300道持影融合归一，竟是变成了巨大的绚丽持影。在持影的表现，那火焰的炙热温度更是让人无比的惊骇。去吧，我这一招300影归一尺的威力，能否将你击败？萧炎见融合归一成功，便是嘴角一笑，然后将自己这强大的神技用力的对着那恐怖至极的狂血尸爪轰然劈去。巨大的绚丽持影非常之快，仅仅是持影上的火焰，那毁灭气息就令人震撼，更不要说神技本身的威力。而且现在这道神技配合圣火横骨尺，更是发挥出了2种力量，一是神技本身力量，二是地炎的力量。所以在这2种力量的结合下，施展出千影归一尺，那么威力可想而知。也就在众人那震撼的目光注视下，狂血尸爪与千影归一尺的2股可怕攻势狠狠地撞在了一起，沉声响起。在这碰撞的瞬间，空间竟然被撕裂开去，伴随着无比炙热的温度涟漪波动，缓缓地朝着四周传开。天地也就在这一刻飞沙走石，昏暗无比，可怕的破风声响不断地在擂台上回响着。面对着2股力量这般狂猛的攻势，萧炎面色依旧不变，就算对方很强大，他也不会乱了阵脚。那激烈对碰的空间处，能量疯狂肆虐。然而在下一刻，那巨大的持影竟然被对方的那巨爪狠狠抓住，最后在李龙那诡异的笑容下，手掌隔空一握，那狂血尸爪竟然硬生生地将巨大的持影捏碎，而后不带一丝停滞，直接朝着萧炎这边再度袭来。萧炎此时身影暴退开去，心中也是一惊，没想到对方的攻势竟是如此的强大，就连300道持影的融合归一下，依旧无法对抗来自第一序列神巅峰的全力攻击。虽然萧炎的反应很快，在瞬间身影便是暴退数百米开外，不过那巨爪的速度更是如闪电般，直至萧炎的正前方。看来李龙已经想要在这一招内彻底的击败萧炎。萧炎见避无可避，催动神力在身前形成一圈防御，并且再度施展刚刚自己的神技千影归一尺，可怕的持法神技再一次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不过在李龙这全力的一招下，这一道神技再次化为灰烬，而后一道蕴含着杀意的狂血尸爪的劲风袭来，恐怖的威压令的萧炎竟是无法闪避，直接轰击在了萧炎的身躯之上。惊人的爆破力直接在萧炎的身躯上响彻而起，空间震颤，可怕的风暴顿时席卷而开，擂台都被这股力量给轰炸开一道巨坑。这一震撼的惊骇画面，看得无数众人皆是惊哗出声，谁都未曾想到萧炎居然还是败了。
不过这败的也是彻底，能够让一名第一序列神巅峰的李龙全力施展，已经算是非常相当不凡了。如果换作是其他人，恐怕早已经落败。而萧炎以第3序列神的实力，能够与那李龙拼这么多回合，最后虽败也不乏让人震撼人心。看到远处擂台上萧炎被如此强大的力量击中，林动和沐尘二人皆是眼神凝重，就连吞吞与天心主都感觉到萧炎的气息极为的微弱，恐怕在这一击之下，不死也的是重伤了。那可是第一序列神的全力一击啊！想与第一神对抗，那么这就是你的下场。此前自己的攻击屡次被阻，李龙的内心也早已经涌现出对萧炎的狠厉杀意。不过碍于招揽神会的规则，也只能将萧炎重创，等待招揽神会结束，再将其击杀也不迟。而此时那与萧炎一组的4名第一神也是失落的望着那巨坑，因为萧炎的气息他们已经察觉到极为的微弱，看样子已经彻底的败了。原本以为他们这一组萧炎这位黑马可以击败李龙，结果还是一样。现在他们4位怕也是马上要淘汰出局了。刚刚的那道攻势究竟多么强大，他们的内心早已知晓，就算他们4位全力出击，也不可能是李龙的对手。更何况他的身上还有嗜血铠甲这等排名20的神器。见到萧炎已经落败，李龙的目光则是看向了留在擂台上的那4位第一神，声音温和的缓缓道：你们4位是自己下去，还是我请你们下去？如果是我请你们下去的话，那么我不建议将你们重创。见到李龙如此狠辣的话语，那4名第一神面面相觑，似乎在决定着什么，双拳紧紧握拢，在他们牙齿一咬下，袖袍一挥，目光直直地盯着李龙，似乎已经有了决定。李龙，就算我们不敌你，我们也要光荣出局。4名第一神抛下话后，4人开始双手结印，将自己所有的第一神力全部释放而出。4人的强大神之力量开始汇聚一起，在他们的上空处，空间震荡扭曲，一道神圣的光球缓缓浮现。随着光球的浮现，竟是发出沉闷的嗡嗡声，周边还有着诸多第一神力不断的交织在一起，简直就是第一序列神力的能量光球体一般。望着4名第一神凝聚的神力能量光球体，李龙的眼神没有一丝变化。虽然同样很强大，不过对于他而言，这一招也无法伤及到他。你们这是顽强的抵抗而已。不过既然你们愿意如此，那么我便成全你们，让你们光荣的出局。说完，李龙的嘴角露出一抹诡异的弧度，当即他便是伸出食指，在自己的空间处轻轻一点，那处空间便是犹如湖水般的涟漪荡漾而开。下一刻，一道猩红的剑刃直接洞穿虚空，速度快得犹如闪电一般，直至那4名第一神的方位。后者们见状，眼色一变，直接将强大的能量光球体轰出，划过天际。那画面也是相当的震撼，一剑一球，在那众人目光的注视之下，最终轰击在了一起。可怕的爆破之声不断的在那处空间炸响，一道猩红的能量波动直接荡漾而开，直接插进了能量光球体之中。能量相互对碰的声音传入每一个人的耳朵之中。此刻那猩红巨剑竟是红光一闪，直接将能量光球体中的神力吸进剑身中。那能量光球体开始渐渐的溃败下来。不到片刻间，那4名全力施展的招式，最终在那可怕的攻势下节节败退。伴随着咔嚓一声，能量光球体直接崩裂开去。那道能够嗜血所有攻势的剑刃再度朝着4名第一神袭来，毫无意外地轰击在了他们的身躯之上。一股带着猩红的能量气息顿时朝着四周传来，那股嗜血之气弥漫在天地间，一口鲜血当即喷出。4道狼狈的身影直接飞出了擂台之外，重重地摔在了广场上。此刻他们的身体上鲜血直流，看样子这李龙是一点都不留手，直接重创了4名第一序列的神奇。不自量力！李龙悬空而立，大笑一声，以1人之力击败了第一组的所有参赛者。不出意外的话，他便是晋级这一届招揽神会的第1名。这海天宗的少宗主实在太厉害了，本身实力强悍不说，又拥有了嗜血铠甲，恐怕无人能够与之撼动。这第1名的名额确实非他莫属啊！见到第一组的参赛者全部落败，那么李龙就会顺利的晋级。很多人发出哗然之声。虽然看到非常精彩的战斗，可是也是难免有些遗憾，特别是这一届的黑马萧炎。圆台上那2道身影也是将第一组的战斗画面尽收眼底，战斗的确相当的精彩。只不过在绝对实力的面前，所有的顽抗都是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神君大人，看来海天宗即将加入我们神器联盟了。对于这个神势力的抵御，天神山之主也是有所了解。海天宗乃是所有神势力之中都是能够排入前10的强大存在，如果揽收这等神势力，那神器联盟自然不会不要。不一定。天意神君此话一出，顿时让得天神山之主的神色一变，有些疑惑的道：神君大人，此话怎讲？李龙不是已经击败第一组的所有参赛者了吗？天意神君抿了抿下巴，意味深长的缓缓回答道：你没发现擂台上还有一位没有出局吗？闻言，天神山之主脸色突然一变，还有一位。然后目光缓缓地投射擂台之上，第一组的参赛者除了李龙此时站在擂台上，还有一位是。此时天神山之主忽然想起了谁，目光直视那一直没有恢复过来的巨坑。如果没有人从巨坑出来的话，那么刚刚被破坏的巨坑都不会恢复过来。不过就算萧炎还在擂台上，
被李龙那全力一击击中，怕也是重伤，怎么可能还有抵抗之力？神君大人，你是说那萧炎的参赛者？天神山之主有些想不明白，为何天翼神君会说出刚刚那话，还是说这萧炎还有什么强大的底牌和实力不成？在天神山之主那疑惑好奇的目光下，李龙的身影缓缓走到那巨坑之前，刚欲说话，却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那刚刚被自己攻击重创的萧炎，竟然盘坐其上，而且身上的伤势明显也都已经好转，周身的神力都是极为的磅礴。感受着那突然从萧炎体内暴涌而出的那白色火焰，无数人的面容皆是瞬间变色，惊呼声此起彼伏的响彻而起。那白色的火焰是什么？是神火？众人之中已经有人知晓白色火焰的来历，惊呼出声大喊道。此话一出，所有人更是张大了嘴巴，震惊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幕。神火太可怕了，他竟然身怀神火，难怪如此强大，能够越级挑战比自己还要强大的对手。这家伙隐藏的竟然这么深。擂台之外的那4名第一神，此刻也被萧炎所展现出来的神火震惊十分。不仅是他们，就连所有人都对萧炎此刻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目光。这种目光是震撼，是不可思议。随着白色火焰的出现，原本那恐怖的威压也缓缓消失，令得萧炎终于是能够行动。他的目光微微抬起，看着远处那同样无比震惊的李龙，嘴角微微一笑，仿佛在说，既然你有强大的神器在身，那么我也有神物在身。不过对方的那全力一击的威力同样无法强大，萧炎也没有隐藏实力，能够真正对抗李龙这等第一序列神巅峰的神器，只有施展神火的力量才能与之抗衡。此时幻虚神火的白色火焰笼罩着萧炎的整个身躯，脚底下的白色火海激烈的翻滚而起，一股可怕的炙热气息以及毁灭的力量竟是从白色火海的深处缓缓散发而出，就连空气见了都想要逃离开去。然而这时在火海的深处，一道白色的光束瞬间冲天而起，那声势足以让所有人都感到震撼，因为在这道白光中带着一股令无数强者，不管是第2序列神还是第1序列神，都感到极为恐怖的毁灭能量。紧接着一朵万丈的白色火莲缓缓自火海中升腾而起，白色火莲的周边上被一道神圣的光辉所笼罩，再仔细一看的话，其上还有无数颗星星点点的颗粒不断的上升，这是只有火神本源的火焰所凝聚出来的火莲才会有如此神之效果。一朵万丈大的白色精致火莲便是出现在众人那震撼的目光中，那晶莹剔透的颜色代表着拥有另一位神奇都非常忌惮的力量。果真是神火，这家伙竟然还将神火凝聚成火莲，如此强大的招式，恐怕的确能够与拥有嗜血铠甲的李龙对抗了。天神山之主的表情也没有了之前的那种淡然，此时已经被震撼所代替。的确，不过李龙也不是简单人物，虽说现在的萧炎很强，想要凭借这一招去彻底的击败李龙，那时还远远不够。他的神力修为已经达到第1序列神巅峰，再加上嗜血铠甲的神器李龙加持，恐怕任何一位第1序列神巅峰的神级都不是其对手。除非萧炎能够有着超越第1序列神巅峰的实力，否则就算拥有强大的底牌，也无法将李龙击败。一旁的天翼神君作为神器联盟中9御天神阁的9御天神君，自然对于他们2人的力量分析头头是道，毕竟他的实力早已超脱第1序列神，达到更高的神境领域。2人在圆台上看着下方那处激烈的擂台处，同时也很想知道，在这等力量的对碰下，将会是鹿死谁手。其他众多神奇也是感受到，在白色火莲上所散发出来的恐怖能量，足以能够毁灭大半个天神山也不是问题。神怒幻虚莲旋即，萧炎身后的白色火莲便是开始旋转，然后朝着那恐怖的巨掌暴力而去。神怒幻虚莲的所过之处，竟然将空气都被彻底的蒸发。如此可怕的力量，是否能够抵御第1神力的巨掌之威？在下一刻，神怒幻虚莲与那巨掌撞击在了一起，在2股力量的相撞间，可怕的威能如同2个陨石之间的对碰，发出一道嗡嗡响声，极为的刺耳。不过让人意外的是，竟然没有所谓的爆炸声响起。巨掌的能量在接触到那神怒幻虚莲时，那片虚空竟是扭曲起来，并且一股可怕的火神本源蔓延至那巨掌之上，火焰的毁灭气息正在熊熊燃烧，压制巨掌的攻势，而那却是以诡异的姿态从掌化拳，直接轰出一道强大嗜血之气，疯狂地抵御着火神本源的毁灭气息，形成了势均力敌的程度。片刻之后，2道力量达到一个临界点的时候，神怒幻虚莲一颤，直接爆裂而开。随着一声爆炸声响，一股恐怖无比的火浪直接席卷了整个虚空，无尽的毁灭力量直接将巨掌所散发出来的嗜血之气瞬间吞噬焚烧殆尽。同时巨掌开始颤抖起来，远远看去，巨掌上有着诸多裂纹浮现，最后在无数神奇的震撼目光下爆碎而去。瞬间虚空上迸发出能量冲击波的耀眼光芒，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开去，其中的火神本源冲击波所过处温度上升，就连空气都无法幸免，直接被蒸发掉。这股冲击波持续了片刻之后，虚空上的那股热浪才渐渐的消散。看样子刚刚神怒幻虚莲与李龙的那一掌激烈的碰撞下，2者处于势均力敌，这一幕也是尽收众多之人的眼底。
他们都很明白李龙的那一掌之中所蕴含的力量究竟是多么的恐怖强大。可就是如此的强大的招式，也被那朵白色火莲抵御住了，实在是有些难以置信。更没想到的是，这萧炎竟然拥有如此的底牌，神火的力量果然不是一般的强大，大咒神物更是让无数神奇都垂涎的存在。而此时的李龙已经没有了之前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因为此刻他才知晓萧炎的恐怖之处，所以接下来的战斗，他将会用尽一切手段与之激战。有点实力，你可不仅仅是黑马，你可是大黑马，就连我全力一击的攻势都给抵御而下。除了剑圣葛伦，现在看来你是我最强大的对手了。李龙的声音低沉无比，他实在没有想到萧炎这第三序列的实力竟然能够施展如此可怕的招式，而且神火的力量也让李龙极为的忌惮。那股炙热的毁灭气息竟然能够吞噬嗜血之气，已经完全超乎了意料之外。萧炎的内心也是波澜起伏，没想到神怒幻虚莲还是无法将其伤及丝毫。这李龙的实力实在过于可怕了，而且随着刚刚的力量对碰，对方接下来应该不会掉以轻心，甚至还不会给自己的蓄力大招的机会，所以想要赢得胜利也是极为的不易。大黑马，既然如此，我便将你变成死马。你与我之间依旧有着无法逾越的实力鸿沟，接下来我可不会给你施展大招的时间。为了表示我对你的认可，我以第一序列神巅峰的实力将你彻底击败。说完，身上的气息直接暴涨而起，第一序列神巅峰的力量没有一点的保留，可怕的神之威压直接将萧炎彻底的笼罩而下。身影一闪，下一刻便是出现在萧炎的后方，催动神力一掌轰出。不过萧炎的灵魂修为也不是盖的，瞬间在李龙出现在自己背后的第一时间就有所察觉，一个疾风般的闪避躲开了这凌厉的一击。李龙的这一掌也是轰在了萧炎消失的位置，直接将空间都轰出了一道裂缝。见自己的攻势落空，便是再度对萧炎发起了进攻，而且这一次的速度更是快到离谱，不到眨眼的功夫就直接连招带人出现在了萧炎的右侧。恐怖的力量直接令空间都扭曲起来，好快的速度！就算萧炎拥有主尽灵魂的力量，能够在第一时间做出感应，但是自己的身体也是跟不上速度，因为对方的实力远远高于自己，一出手便是远超自己的速度。李龙嘴角一笑，当即挥出恐怖的一击，这一次恐怕萧炎无法再躲开自己的这一招了。萧炎的表情也是微微一凝，既然无法躲避，那么就与之硬抗。推动第三神力汇聚在自己的手臂之上，一股可怕的劲气直接从手臂上散发而出，超级八级崩。萧炎那低沉的声音缓缓响起，右掌顿时轰出，掌至半途，那股劲气更是陡然成倍的翻掌，刺耳的音爆声在手掌处周围响彻而起，旋即在众多震惊的目光之下，便是狠狠地与那李龙的一记强大攻势碰撞在一起。低沉的碰撞之声突兀响起，雄浑的劲气涟漪从接触点暴涌而出，周围的擂台上顿时出现了犹如是一道道蜘蛛网般的裂缝，裂缝蔓延间，空气都被瞬间轰散开去。紧接着，一道身影也是猛地倒射飞去，脚掌在地面上查出一道足有几十米长的显眼痕迹。众人目光急忙望去，那被震退的身影竟是萧炎。此时，萧炎体内的第三神力极为的紊乱，刚刚与李龙的对碰间，自己的神体与骨骼都差点被震碎。要不是自己此前在万火神域之中淬炼肉体力量，恐怕仅仅一招之下就被李龙的强大攻势给彻底重创，甚至陨落。好强悍的神体，没想到竟然没被震碎。李龙见到萧炎挨了自己正面的一击，竟然没有达到自己预想的效果，也是被萧炎的强大神体给震惊了一下。但也不难看出，萧炎也受到了不少的损伤。众人的目光在萧炎的身躯上，一时间震惊的目光更甚。此人居然在与李龙的正面交锋中还能硬抗下对方的攻击，虽然没有占据优势，不过这家伙究竟是何方神圣？他的神体似乎也是比寻常的第三神体更加的强大一些，就凭这点暗劲也想伤我？你的想法还真天真。李龙此刻的脸色也是异常的阴森，他阴沉地看了萧炎一眼，道：第三序列的实力竟然拥有如此强悍的神体，不过那就打到你神体破碎为止，看你能够挨我几招。话音一落，一道低沉吼声猛地自李龙喉咙间传出，旋即其身体之内传出一道道噼里啪啦的声响，无数雷电银蛇犹如从其骨头里面窜出来一般，将其笼罩在一层雷网之中。而身处雷网中，那李龙的气势也是迅速暴涨。我倒想看看你的神体是否可以承受我的第二道攻势。脚步轰然一踏，无数银蛇自其脚下暴涌而出，短短瞬间便是弥漫了周围几十丈之内。而身处其中的李龙，此刻看上去就犹如那序列神中的主宰一般，声势极为的恐怖骇然。望着李龙居然施展出如此可怕的力量，众人的脸色皆是一变，就连天神山之主和天一神君都是感受到此刻李龙的强大气息。然而将目光对着萧炎看去时，却只是见到对方依旧是那副平静模样，没有因为李龙的变化有丝毫的情绪起伏。李龙全身都是被笼罩在一层雷电网之中，银蛇四射，气势也是节节暴涨。在持续了一会之后，终于是缓缓停住。李龙目光死死盯着萧炎，一声冷笑，手掌一握，
一柄通体黝黑的铁锤便是闪现而出，铁锤之上雷光萦绕。这柄铁锤乃是海天宗的宝物之一雷石锤，通体使用雷石所铸，加上雷石天生沉重，挥舞起来也是力量感十足，寻常强者皆是不敢与之应接。李龙那家伙竟然将海天宗的宝物都拿出来了，看来那萧炎的实力果真不凡。手握雷石锤的李龙眼中凌厉之色更甚，随意的挥舞两下，居然是直接带起了刺耳的音爆之声，音爆之力传到地面上，将坚硬的擂台都砸出2个坑洞。望着拿出雷石锤的李龙，萧炎的眉头也是微微一皱。本就实力远超自己的李龙，此刻再拿出如此恐怖的武器，顿时就连萧炎都不敢与之对碰，因为萧炎能够感觉得出，这雷石锤的威力极为的不凡。如果再硬接了他一记攻势，恐怕不仅是重伤，能否保住性命都不知道了。此人不管是实力还是武器，皆是上上之选，战斗力惊人，凭他之力秒杀自己都是分分钟的事情。别说是同境界的对手，即便是那种第1序列神巅峰的神奇，恐怕他都有击败对方的可能。这样的一个超强神奇，萧炎就算实力不凡，也无法彻底击败他。海天宗不愧是前10的神势力之一，这位少宗主李龙，怕是宗内年轻一辈中都是为数不多的存在。要不是萧炎身怀神火，恐怕早已经被李龙击败，还真难以与之抗衡。